你是在1995年的时候就被媒体称你为三姐，郑慧玉、范文芳之后，就是你了。当时跟经纪人的那个想法理念不一致啊，所以你就毅然决然的去了香港。但是因为我经理人他是觉得说，那个时候优频道要签我，然后就觉得说你就接受吧。全听你说。现在叫你回头来想的话，你会不会带一点点的后悔？如果你坚持一下，我不会觉得遗憾呐，我不会觉得遗憾。所以你签了优频道几年之后，2台就合并了，好像1年多。那时候你感觉怎么样？但是那1年多我也拍蛮多戏的。是，但是1年多又拼回来了哦。对啊，又要再战江湖了哦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因为我相信 Mr. Man 嘛，Mr. Man 就保护了我们啊，就是我们手上还有合约的人，就要继续走啊。没有啊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时候多少人？不是所有人都过来 ，OK？ 对，不是所有人过来，但是你有没有担心过你没有回来？我是担心会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当初是都离开了嘛，所以我觉得我回来的话，会一样的东西会再发生。没错，对我看不只是你啦，其实那时候陆江跟钟情跟应该更怕。不会啊，你看现在钟情做得多好啊。Merge 之后，你在新传媒又待了几年？待了9年。9年。其实这9年你干的也很漂亮的成绩耶。接下来恭喜得奖的是郭书贤，恭喜书贤，再次获得了10大最受欢迎女艺人奖项。非常意外。I'm back。当年你的那个红星大奖，你的那一句话 "I am back"， 我以为你 ready 再战江湖。我其实也是这样想啊。再回来之后，你已经不是三姐的状态。对，我又是从头开始，从一个新人开始。对，我又开始先演配角啊，什么这些。怎么样去克服的心理障碍？就是想说这是工作，然后一开始拍戏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 enjoy， 我就没有想到其他的东西。我想要把那个角色，就是真的去演好，不管今天这个角色是小的。你心无旁骛吗？这些东西、这些名誉、这些地位、这些势力， 可能就是一点点而已，不会影响很多。你在乎的就是一出好戏，一个好演员。这个我非常在乎。 Oh my god！ 因为我觉得很难会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角色。那你演过这么多戏啦，你有遇到过吗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？有啦，但是可能如果讲只是几场戏的都有，但是如果要讲一整部戏，只有一部哦。哪一部？钢绑琴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钢绑琴哦，故事、选角、角色、场地，所有东西都配合得很好，但是他就有把那些亲情、感情、人情味，全部都带出来。这部剧呢，也让书贤入围了亚洲电视大奖。电视大奖，而且你是这一届啊唯一一个2部剧都入围哎，人家要一个角色就好，你一个人占了2个席位，但是很可惜都拿不到。擦肩而过嘞，对，很遗憾吧？会，那个时候我是觉得遗憾。那时候一定会觉得自己的付出，而且就觉得，而且另外一部戏是注定哎，也是很棒。我觉得那部戏也是另外一个角色，就是有很多内心戏的。你那时候心里是怎么样？一塌糊涂，很糟糕。哦，不会一塌糊涂啦，就是失望了。你会因为这样子
把你的情绪释放出来，大哭一场？哦，没有哎，我最多也是回家，然后打打游戏，然后就 OK 了。然后再喝2杯酒，擦一擦你的指甲油，这样。差不多是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可是你付出了很多，而且你有自己很满意的作品。我觉得拍戏没有不辛苦，每一部戏你都很辛苦。但是如果你拍戏就是为了得奖，我觉得已经失去了那个意义。你是一个在圈内被公认的一个会演戏的演员，但是却一直跟专业奖项没有缘分。你有没有还在期待被专业奖项给认可？如果拿到了这个所谓拿奖的这个认可，可以让大家更认同我的话，我是觉得我会期待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奖项，我身边就是还有很多人已经很认可我的演技了。但是在这个圈子就是被需要认可，可能如果有奖项的认可，今时今日的你的地位跟很多东西可能会不会不一样？我真的觉得说拿不到就拿不到了，又不是世界末日，一定是有人拿到，有人拿不到的。没错。就真不巧的就是那个人就是我。那你工作之外，你的感情世界开心吗？我感情世界 OK 啊。你好像到现在还是给我感觉是空白的。我觉得现在嘛，时移世变，现在的年代，我觉得不需要靠男人啊，女人也是可以一个人很独立、很坚强。是没错，但是幸福呢？你打算结婚吗？如果我找到一个男生，他愿意跟我白头到老，那未必一定要结婚啊。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，有想过说要结婚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到了某个年龄，一定会想说哦，我要结婚什么的。然后我又喜欢小孩，哦，我要生孩子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一过了那段时间，就不会再去想了。是，对，而且我也有遇到那个要娶我的。你有曾经差一点？有啊。结果呢？为什么呢？当你要结婚，我是觉得不是用嘴巴讲的，我觉得行动会比较重要。所以你怎么样？那个人是说没有买戒指这样？不是，不关买不买戒指。那怎样？到底怎么样？为什么差那一点？就每天在讲，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每天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我们这样。说你在等呐，他就一直讲呢，没有行动。对。哇，这男的认识吗？没有啦，圈外人你们不认识。圈外人大概谈恋爱多久？真的是这临门一2年多那个时候。所以最后是你提出分手的吗？提出分手的。你就是 fade up 了。是哦。讲那么多次，讲到我都闲聊。对哦。现在的你是不要了。现在我是不用。如果有机会，有遇到那个对的人，我也不排斥了。你还接受？我不会去向往，就是说，哎呦，我要快点结婚，我要快点遇到一个男人，然后我要快点生孩子，这样我不会。要我的命啊，生孩子现在。你不怕寂寞吗？不会，我有很多朋友。你有很多朋友，我也很多家人呀。对。那你会不会是因为你活得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书写呢？所以你就开始后期的去追一些韩星跟偶像，从艺人变粉丝。OK， 可能人家误会了，我是很支持他们，但是我没有追到好像小粉丝这样追。那个时候就是 Big Bang 的记者招待会，他们来新加坡开演唱会嘛，然后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就是说，你很喜欢 Big Bang， 要不要来做这个 challenge？ 然后就去充当记者，然后最后以粉丝的身份就是这样。所以那个时候得到什么样的回响？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他们的粉丝反应这么大。
怎样反应这么大？他们就是很不屑我去做这样的东西，不是因为我是艺人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我的近距离，还有我有机会去问他们这些东西。听说你在递了一张字条，对，只是 all the best 这样子。写 all the best， 对，然后因为那个字条很小而已。啊哈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写着，对啊，然后有人误会是吧？因为他们都没有看到那个字条，然后外但天他们会觉得说啊，我不知道写什么东西给他，什么这样。但是不要想太多，里面真的是没有意思的。所以整件事情你也不怪任何人啦，你不怪觉得只是一个误会啦。是，那你为什么会这么崇拜 Big Bang？ 其实不是崇拜，我是很喜欢他们的音乐。 OK， 我喜欢他们专辑里面的歌，都很好听。你最喜欢 Big Bang 或那个的哪一位艺人？我最喜欢 T.O.P， 因为他是第一个让我认识到他们整个团体的人。嗯哼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 MV 里面，我看了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男生蓝头发的，很少男生适合蓝色头发，所以我就对他有了非常深刻的影响。对他们的那个喜爱的程度，你做过些什么，或者是你觉得就是跟朋友一起去马来西亚看他们的演唱会。你是去韩国是吗？我看到你的 IG 上面。韩国的那个不是那个，我们去看他的演唱会，但是我们不是说特地为了要去看演唱会而去，是刚好我们也要去holiday。秒杀的演唱会 ticket 没有，因为我朋友的朋友买到票，票不是我买的，是他们买到票的，问我要不要去。网友很多问题想要问你，最近很少看你和刘子炫出去玩，你们怎么啦？我们没什么，我们还是朋友啊。真的吗？我们私底下还会 text。因为那时候有传说，好像你们因为以前你们是BBF 啊 BFF 啦哈啊，女人不是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开那个 Zaka 的店嘛，杂货店嘛。所以不是，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家里出了一些状况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一定要退股。然后他也很通情达理，对，然后我就退股了。所以你跟他还是好朋友吗？你要讲说好到好像以前那种地步，会常常去吃饭啊什么这些，就比较少。我们艺人有时候就是熟，但是真正要聚在一起是很难很难，所以有时候好朋友刚好那个缘分有时间才能常聚，真的有时候一不能见面就是半年一年。但是这个网友问的我也一定要问，那你为什么你整天和莫小玲在一起？有整天吗？ Okay, 那你为什么会和莫小玲成为好朋友？好了，我们不是好朋友，那你们是很好的朋友了。我们是你可以讲这bad 个 friend，bad friend。不，为什么你会跟不是啦，就是可能我们吃的东西会比较你直接说像喝吧，喝也是啊，吃喝嘛，吃喝玩乐这样。分享吃喝玩乐的朋友。对，OK，对你们是酒肉朋友。酒肉朋友，好可以了好好。然后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那些 common friends。对，你在小玲身上有得到什么启发吗？他很乐意分享，他是一个很重义气的人，他们对，他也很重义气，就很真啊。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性格是 extreme 的，喜欢他的人就喜欢，不喜欢就真的不喜欢。是 ，OK， 跟你有点像，很真。OK， 他比我圆滑一点。哦，他还比我有。哦，我觉得。哦 ，OK， 好。那请问，现在网友问，有没有一件事有关你的事情，是你很想让大家知道的？哇，这个真的是把我也问到了。比如说你的喜好啊，你的兴趣啊，或者是你曾经的委屈。可是人家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很爱制造新闻，或者是很爱炫耀的一个人，但是不是？我不懂啦，懂我的人就觉得我是其实蛮低调。从这一次的访谈也可以看得出，其实比较真性情的你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哦，以未来的目标来说的话，现在你目前是
自由身的艺人，当然你有签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经纪人帮你做代表。听说你是一个蛮会推戏的艺人，推戏都不是我来做的，但是我真的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多，有吗？有啊，你这经纪人蛮会推戏的，蛮不错的，有个性。我跟你讲，他可能了解到说，我想要的是什么，我的要求是什么。如果比如说今天这部戏只纯粹让我演一个坏人，就是坏到底，然后只是外表，就是没有一个为什么他会变坏的那个转折，我觉得可能他会觉得说这样的话我不会有兴趣，对，也没有意义，对啊。不要为了曝光、为了接戏而在接戏。OK， 好。那除了演戏以外，你还有甚至于演舞台剧。所以你很会唱歌啊？其实我不觉得我很会唱歌啦。你都出专辑了哦。是啦 OK 啦，讲是啦，你不要每次都那么谦虚啦。是啦讲演戏你又不敢讲你很会演，唱歌你又不能讲，舞台剧又唱又演哦。其实舞台剧那一段，真的我觉得很不容易耶。我真的，我觉得他们这些舞台剧演员真的是很厉害，每天表演都是还是很有热忱，还是入戏的。我那段时间是每天一关眼睛根本就睡不着，那头脑里面都是那些歌曲。所以舞台剧也让你人生多了一场的历练。是 OK， 然后这几年你也进军商场，几次的进军商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学到了什么？我学到了很多，其实，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。人家说艺人是戏子，后来当我出去外面几次之后，我觉得他们普通人更会演戏呀、对啊，他们演的比我们还漂亮。所以我们每次就有这样的想法，越会演戏的，越不是艺人。就高手在民间，你知道吗？商场如战场，是，他们真的是日以继夜，都每天都在演。我们最起码我们是 action 的时候演戏，他们是24小时都在演的。所以你进军商场也吃亏了。我不觉得吃亏啦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学费必须要学的，真的是学费。虽然说不是多到，就是觉得说，但还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嘛。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你在马来西亚开幕那个，对 JB 啊，我还有去写恭喜你啊什么什么，你还有那边留言，啪嚓一声没了，到底是发生什么情况？就是我不知道啦，但是我怀疑，有吃钱的状况啦，账目不清楚。账户根本就很少看到，就一直要打电话问，一直要催。我觉得，我在这个蛋糕生意这边呢，可能我走错了一步，就是因为不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做的。比如我们在这边，我们 register 公司啊，什么这些东西，真的都要做得好好的。会计师哦，对，这些些全部跑不掉的。你总共做了几次的生意？第一次是那个杂货店嘛，然后就蛋糕，然后现在有了这个那个韩国饮食，然后还有这个那个 consultation 的，蛮多的嘛，还挺不错的。对啊，后面2个会比较好一点啦。那想要问你，平常的书写呢？在家里或者是在闲空的时候，你都在做些什么？我是一个非常闷的人。做什么？玩 Nintendo Switch 啊，看戏啊，要不然就做家务。你活到像仙就对了啦。会像仙吗？但也不是每天这样啊。人生最大的目标跟志向是什么？拍一部好戏。是不是很一般这样子？不会啊但，是不会啦，我还是在等待这个好角色啦。你似乎人家看到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郭淑贤，但是你的意志力、你的战斗力从来不曾消退过。不会啦，我会让自己的有时候陪我父母亲打麻将啊，这样子。你可以再给我一点营养啊，比如说看看书。有啊，我不看书，但是我会在家做一些
英文的 words puzzle，是不是很闷？然后一些 Sudoku 这样子，你就活得像是一个16岁的小女生呢。会吗？会，你的女儿有做这种？跟你一模一样的幼稚。她会玩会 Sudoku 这些那吗？拧电动啊，然后在那边做运动做那个，然后看戏呀。艺人的职业道德就是看很多戏，对啊，读很多书，做一些运动。而且你看戏的时候，我是蛮享受的。如果这部戏真的是很好，演员演得很好，也是一种功课啦。对啊，因为我比较少拍戏了嘛，但我也不想说在这一方面就一直在退步。嗯，你一直在进步，因为看到你对演戏的那份热忱。可是我还没有演到，要演到了才。你相信会来吗？我相信会来。如果机会到了，团队让你不开心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我团队应该不会让我不开心，不会的，我很有信心。你觉得下一次你会在坚持演一部好戏，还是坚持自己的快乐，哪一个重要？都要，我很贪心哎，在这一点。也是啊，也是一种选择啊，就是人生的一种选择。我在这边有一个，你这边送给我的这个小礼物，我们节目制作组呢也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。送书啊？哦，你应该还好，应该看得出你的资料是不送书，因为你的眼睛还闪发着光芒，应该是不像是看书的。对对对，我真的是不看书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不会对不对？哎，是画吗？OK，看到那个英文字吗？看到啊，笑死我！他一打开就看到那个英文好字。笑哎。TOP 是你最喜欢的那位艺人的名字，然后这个 TOP 里面有很多都是捕捉你这些年最璀璨的一刻，希望淑贤的事业能够再一次回到 top 最高峰。所以你要再接再厉，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话这个让我？感动。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讲？就是比如说 I'm back 。就希望你刚才讲的话，如果真的制作组觉得我还可以这样的话，我就尽我的能力了。啊，你是一个很好的经理人哎。他真的很棒，我跟他磨了20年耶，我们吵过架、翻过脸，什么都有的。那才是朋友。对啊，对。